这个您慢点路上啊。方厅长，齐大爷来过很多次了。是啊，拆迁的事儿。哎呀，喂，别催，来了啊！这些年啊，来了得有几10趟了，因为拆迁的事儿，平常儿子也不管，这么大岁数了，让人头疼。可是方厅长，您作为一个庭长，端茶倒水，这些事儿您也得干。咱们基层法院不就这样吗？你看，人多事儿多事儿杂，东一榔头西一锤子，摁下葫芦起了瓢，没办法，什么都得管。你知道就咱们这个法院，一年下来有多少个案子？多少？2000多。2万多件。2万多件。是啊，你想想这平均到我们每个法官身上，每个人这得多大工作量？所以，小老师，你既然下来了啊，你就要做好准备，要做好吃苦的准备。我不怕苦。那太好了。走，得赶紧走了。驳回原告杜斌的全部诉讼起求，本案受理费100元，减半收取50元，由原告杜斌负担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之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西南省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审理完毕，闭庭。周法官，可以啊，第一次做法台，有模有样的啊。这你们还别说啊，往法台上这么一坐，感觉还真不太一样。这视野一下子就宽广了。法袍这么一穿，法锤一敲，哇塞，我整个人的气场都出来了。以前师傅老和我说，坐在审判台上，你的背后是国徽，你的一言一行就代表着国家，你的底气是不一样的。现在，我完全都懂了。哎呀，最后一个给我了，不好意思了吧？啊？哎呀，师傅，这好几天不见，你有没有想我呀？哎，最后一个了，给你。你还是这么心疼我？你不是还长个呢吗？营养得跟上。师傅对我太好，那我再吃一个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我不找你，你也不来看我，啊？哎，师傅，入俄当了法官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这挺好的呀。我感觉自己焕然一新了，这腿不疼了，腰也不酸了。你小子就没个正形。穿法袍、敲法锤，那是一份责任，不是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的。你这都不在你身边，你也别教训教训我。越不在身边越得教育，不光你，还有那个陈康，都得一起教育。是，师傅厉害，师傅说的对。哎，师傅，您呢还是多操心操心你自己吧。怎么了？我听说啊，这最高法的那位法调解来给你做法术了，对吧？对啊。那你不着急吗？着急什么？我已经给你打探过了，这副院长是要看行政级别的。虽然叶星呢现在是你的法助，但是他级别比你高，人家一毕业就是个正科，可你现在还是一个副科，知道了吗？再说了，这钟圆圆和他是同学，你知道他爸爸是谁吗？谁呀？叶存远。叶存远？那个法学教授。根基深厚吧？哟，这倒还真是。那你还在这儿跟我聊什么呀？你不赶紧去抱大腿，看看未来也能不能升个正科？是啊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怎么说啊？我发现你小子吧，阅历不多，心眼子不少，尤其这个八卦讲起来一套一套的。我这八卦都是为了你，那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周岩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不管他是谁，还空降，只要到我们这儿来，就得撸起袖子加油干，啊，管你什么空降兵、孙猴子还是程咬金，基层法院是你靠嘴皮子在这儿就能立得住脚的吗？这病。原告李芳宁，29岁，
银盛鼎金融公司的销售，被告就是全志鹏，他们俩是同事关系。李芳宁诉全志鹏对他有职场性骚扰行为。具体的行为是什么？就摸了一下。摸了一下，摸了哪里？不好意思啊，后背，就一下。俩人是同事关系，就摸了一次后背，说人家是职场性骚扰，有点小题大做啊。王姐，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需要反复或者多次，一次也是可以起诉的。方厅长，我是说错了什么吗？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不过嘞，民事诉讼啊，很多时候，当事人表面提出的诉求，也许并不一定是他内心真正的诉求。为什么呀？你比如说啊，他诉他的这个男同事职场性骚扰，很可能他本身关注的并不是性骚扰，而是想通过这个事情达到另外一个目的，比如说职场斗争之类的。当然，我只是假设啊。所以咱们这个诉前调解，最重要的就是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。先见一下当事人。见啊，谢谢。李芳宁是吧？坐。我们今天就是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啊，别紧张啊。我没什么好紧张的，做错事情的人不是我。说的没错啊，这个你的感受我们都能理解。不用说这些了，方法官，直接进入正题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了解一下啊，你的这个男同事之前跟你有过肢体接触吗？有过。像你说的这个碰触后背的行为，以前发生过？哎，法官，不是碰触，是摸。他摸了我。哦，那像你说的这个摸你后背的行为，以前也有过？有，而且很多次。那你之前就没觉得这是性骚扰行为？没有，唯独这一次啊？是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天他明明看我穿露背装，还故意把手放上来，接触到了我的皮肤。所以你觉得他是故意的？他就是故意的，我感觉到他的手指在我的后背上摩挲。那你的诉求是什么？道歉，我要他公开道歉。觉得这当事人怪怪的，王姐，你也这么认为啊？我跟方婷呢也处理过类似的案子，常理吧，像这样的事儿，女方都会比较敏感，或者有点脆弱，还会哭哭啼啼的。可这位，是啊，李芳宁的态度太坦然、太镇定了，好像事情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呢。回头我们再听听被告怎么说。那就是不要脸。明明就是拍了一下，非说我老公摸她。你说那女人她上班她穿成那样，她是为啥？她不就是为了勾引男人吗？还想摸她，谁恶心死我了！冷静冷静啊！这个今天呢，我们就是先从双方初步了解一下情况。全志鹏，那你从你的角度说说，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事我太冤了。我那天就跟他说这个月的业绩不错，拍拍肩膀，说点鼓励的话，这一下咋就变成性骚扰了呢？拍了拍哪儿？肩膀？对，就是肩膀这块嘛。可是对方说你是摸他的背，也不是拍。我没摸，我就是拍了拍。啊，那这么说是他误会你？对，他误会了。那你后来你关于这个动作，你跟他解释过吗？我解释了，我解释不清，他就死了命了就要告我。这次，我跟您说实话，就这李芳宁啊，平时在公司他就不检点，他就。对，我还有证据呢。来，这个，您看看这些照片。
您自己看，你看，正经女人谁玩这种游戏呢？你跟男人就是那样嘴对嘴。是，这个钱儿妈，你这样，方便咱俩先单独聊聊吗？为啥呀？咱们分开聊一下，好吧？王姐，甄太太，您跟我到外面休息一下好吗？您来，您来，配合一下我们工作，我陪着您。去吧，没事没事。您就在门口稍等一会儿啊。不是，这是我是他老婆，这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呢？是，那也请你相信我们法院，相信我们法官噻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过程都会形成文字，你都可以看得到的，稍安勿躁。那里坐着休息一下吧。现在你老婆不在啊，你得跟我说句实话，你跟这李芳宁，你们俩有没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别担心啊，我们这儿什么该记，什么不该记，什么话该跟你老婆说，什么话不该跟你老婆说，啊，我们都是有数的。方法官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的意思是啊，如果像你自己说的，你就拍了拍他肩膀，那他为什么非死咬着要告你呢？你们俩之间是不是有点那个？嗨，您说这事儿啊，我跟您发誓，我们俩是一点事都没有。我真不骗你，我们俩真没事儿。我老婆你也看见了，我是不是其实我是有那贼心，不是没那贼胆吗？真没有，我真没有。最后，我悄悄跟您说啊，那个其实我们俩平时关系啊挺好的，也经常开玩笑，也是动手动脚的，平时都没事，也不知道这次怎么了，他就要告我。那你们这之前是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儿吗？我们这能有什么特别的？他不会因为那件事吧？什么事儿？你跟我们说说。哎，方远，这案子你怎么看？哎，方法官，你再等一下，我再多说一句啊，我老公他分析的绝对是正确的。你看他们公司就是为了提一个销售总监，他就是为了跟我老公竞争，要搞臭他。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啊，现在谁也不能提前下结论，我们还要再跟对方沟通沟通。这还沟通什么呀？道歉我们绝对不可能啊。对。行，他要告我们奉陪到底，到时候上了法庭我就给他们看这些照片，就相信看他以后还怎么做人。他这。行了，该说的我们已经知道了，我回去等消息，我们有需要了解情况的时候再通知你们啊。等我们通知啊。你自己说你是不是闲的？没事你拍他干嘛？什么完就完了，你说你让人告上法庭，你不行啊，恶心啊！跟我就没关系这事儿，你说你跟我生什么气啊？怎么了？有事儿也别生气嘛，了解一下。律师，元宇宙律师事务所。要不然咱去咨询一下。咨询什么呀？你摸他了？我没摸呀。没摸，你找什么律师啊？走，我们这是我们律师的名片。不是我的意思是，咱们咨询一下，这多瘆得慌。坐吧。说说你们的看法吧。那我觉得全志鹏说的是实话。你看啊，要不然的话，这样的诉讼他也不能带着他老婆，而且我们在调解过程中，他也不避讳他老婆的。要考虑的是，这个碰触后背，啊，是否真的能构成性骚扰？如果构成的话，那么礼节性的拥抱算不算？啊，像欧洲人这种贴面礼算不算？就是这个度到底怎么界定？还有一点，就是我觉得这个李芳宁有点过于冷静了，是不是？我也这么觉着。你想，如果说一个女性真的遭遇了性骚扰，那她情绪能一直这么稳定吗？方店长，我有不同的看法。碰触背部这个行为确实是不那么恶劣，李芳宁的态度也的确是很冷静。但这并不代表李芳宁一定没有被性骚扰。关键是李芳宁认为全志鹏有这个嫌疑。根据现行的民法典，违背妇女意愿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，所以原告的主观意志还是很重要的。你说的没错，
关键就在于这个主观意志。全志鹏说得很清楚了，现在领导在提拔他们俩，可是名额只有1个。那根据我们调查下来，以李芳宁一贯的处事风格，他在这个点上把这个触摸后背的行为认定为职场性骚扰，我至少觉得动机是不纯的，醉翁之意不在酒吧。可是这并不矛盾啊。不矛盾，他利用我们去打击对手，完成自己升职的目的，他是恶意诉讼，我们成了他的帮凶啊。即使是原告，真的是利用法律来打击竞争对手，只要他的诉讼本身是成立的，我认为法院就应该支持他。一个人做错了事情，就是应该承担后果，这和其中有没有人会因此获益没有关系，也并不重要。那你让我们被他利用，然后去打击他的对手？王姐，你一个老同志怎么还被他带沟里去了？小叶，你要记住，我们现在做的是诉前调解，调解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化解矛盾，保持平衡。啊，具体到这个案子，这个全志鹏触碰李芳宁的背，是不是性骚扰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咱们要最终完成他们的和解。达成和解很重要，可是一个女性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同样重要啊。这样，小叶啊，你毕竟初来乍到，你对基层的很多情况还是不了解。哎，我有个建议啊，这儿啊，这是过去这些年一些比较经典的调解案卷，你拿回去好好研究一下，好好看看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找我，好吧？这方婷给了叶欣哪个案子啊？这么多卷宗。案子说他是下基层锻炼的，那到我们基层法院来锻炼，最能锻炼的就是接地气。我支持雷星宇。哪儿来的法官？不保护好人，雷星宇有什么错？这都不属于正当防卫，那什么属于正当防卫？法官是机器吗？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雷星宇花样的年纪可惜了，父母是我们的底线，绝不能被触碰。这文章不是胡说八道吗？什么叫目睹后刺死一人？明明就是那些讨债的实施这些行为以后20分钟，雷星宇才行凶的，这不断章取义吗？而且现在舆论这么大，转发量已经过200万，现在公检法怎么解释都没用了。姐，你电话。喂。哎，雨飞，我看了网上的报道，怎么回事啊？断章取义。这案子还在2审，他们什么都不了解就信口开河。没错，尤其这是自媒体啊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没事啊，你以后啊少上网。远哥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来电话了。好。喂，庭长，高院找我。关于雷星宇怎么拿出那把刀，根据雷星宇的表述，刀是他事先藏匿的。但是案发时，他说他忘了自己曾经在半个月前在抽屉里放置过一把管制刀具。可是另外2个被害人在说他拿刀的时候毫不犹豫，显然雷星宇在撒谎。宋法官，有没有可能是2个被害人串供了？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，可是我在审问雷星宇的时候，他回答问题时明显犹豫了，神情不对劲，眼神有闪躲，手上还有一些小动作。所以你判断雷星宇在这个细节上撒谎，根据就是你讯问的时候你的感觉吗？当时我们也有考虑过问询第3个被害人郭某，可是当时他做了第2次手术，术后感染进了 ICU， 所以没能求证。吴法官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郭某的病情已经好转了，现在转入到了加护病房。
我们在询问他这个细节的时候，他的表述和雷旭宇是一致的。有没有可能郭某伤势过重，记忆力发生了偏差呢？宋法官，双方的表述都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发生记忆偏差。为什么你坚持认为是雷希宇在撒谎呢？宇飞啊，佟丽还没回去呢。接着发。哎，没什么事儿。这么晚了还不回去睡觉？你也在关注这案子啊？一审法官是我的，我们认识。怎么认识的？朋友。什么朋友？佟丽。这案子2审上诉的时候找过我。那你为什么没接？看了卷宗，太难了。所以你也觉得一审的判决是没问题的，对吧？怎么说呢？合法理，不合情理。所以你才没接这个案子。有心无力。也没想到一审后引起这么大的舆情。你也好好关心一下你的朋友啊，网上这些话很伤人。没错，刀是我放在那儿的。为什么你要事先藏刀？我早就想弄死他们了。你不是说之前忘了把刀放在那里吗？我怎么可能会忘呢？那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。管制刀具，你撒谎了！只有这样，我才能脱罪。看，现在大家是不是都在同情我？雷小雨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来人啊！这把刀怎么不太顺手啊？你们来了。红俊走了，我们家散了。喂，妈。宇飞，网上那些话我们都看到了，你别放在心上啊，该吃吃，该睡睡。你要是心里堵得慌，妈会去陪你几天。哎，别，多大点事儿啊，不至于。我又不是第一天当法官，让他们说去，没事儿。真的呀？嗯，你是不是和我爸在一起待烦了？啊，找一个借口来容州玩几天？你这样我可跟我爸说了啊！臭孩子，我关心你还关心错了呀？行了，不说了啊，你赶紧去吃饭啊！我知道了。提教育啊！你跟你那贪财的妈一副德行，周强，你干什么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要打人是不是？你打人！你打架！我告诉你，我他妈忍你多少年了？什么呢？就你这副德行，我告诉你啊！冷静一点！你个臭娘们儿！我告诉你啊，就你这还教育孩子啊！刚宣读过法律，这回讲这样还要干什么？你呢？啊，一句谢谢都没有！你好意思吗你？这么多年了啊，我忍你多久？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不怕不怕不怕。哎，话都说到这个程度了，啊？
没必要啊，对不对？安娜，我听你们这个情况下来，又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。哎，这还没调完呢。梅姐，这师傅开庭还抱着个孩子呢。这两口子打离婚官司的，哎呦，两个人又打又闹的，根本都不管孩子，孩子嗷嗷哭，可可怜了。你是不是心软吗？就自己抱着哄啊？不过说真话，这种离婚官司啊，孩子最可怜。你说我们法官看着孩子哭，心里也老难受。接不接受条件？离婚可以，孩子不给。睡着了，给他买的水。我给你换换吧。不用。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会，主要是为了最近在荣州发生的雷星雨案。一审判决下来以后，舆论是沸沸扬扬，众说纷纭。应该说，大部分公众对雷星雨是抱有同情心的，对我们一审判决是有疑问的。现在线上线下、政府网站、信访部门都收到了海量关于雷星雨案件的重审要求。目前，二审法官就一审的一些情况正在重新查证，扩大了与此案相关人员的排查工作。另外，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密切关注此案，相信我们能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，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做出一个符合天理、国法、人情的裁判。这个案子，老百姓的关注度高，司法呢要勇于接受舆论的监督。但是我要强调一点，舆论不能代替审判。法院的工作，法律上的事儿，一定要按照法律法规来，不能受舆论的影响。另外啊，民政厅的同志，我也再说几句啊。我看了材料，有几个被害人家里边的生活比较困难，啊，这方面呢，你们要好好做工作。不管案件本身如何，啊，需要人道救助的，我们一定要做到位。审理完毕，闭庭。行吗？方法官，孩子给我吧。彩丽啊，孩子虽然判给你了，但我还是想多说一句，你这个脾气以后啊，还是得改一改，收一收，啊。尤其是以后不能当着孩子的面这么个吵法，好不好？回家也多跟孩子解释解释，听明白了吧？嗯。来。哎呦，你看一下，他已经签完字。金钟霞，事儿已经这样了，也不要多想了。虽然孩子判给他妈妈了，但是以后呢，多去看看孩子，尤其不能当着孩子的面这么吵架，记住了不？好，婚离了还是朋友，多想想孩子。谢谢。怎么样啊？这胳膊废了吧？全当锻炼。抱了这么久，哎，你这异性按摩叫不了，我给你个盲人按摩。我看你就挺好，既是异性又是盲人。你付得起我工资吗？徐天，你带我来这干嘛？跳江啊，咱俩一块殉情。谁给你殉情？我记得你以前一不高兴的时候，就跑去买这些垃圾食品，孩子我都还记得，就不知道你现在还喜不喜欢吃了。薯片增肥，
好的，来买。你呀，少跟那些网络喷子置气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我没那么脆弱。没事少上网。跟方远说一样的话，一直没问你为什么会突然回来。你觉得呢？听说双核的诚意很足，你一回来就是合伙人。哎，国外再好，我在那儿也是个外国人。就算我再怎么努力，人家一看我这张脸，就不会聘我当律师。后来公司索性把我派到香港，负责一些边缘的业务，就那么回事。那你这么多年，也没安个家？娶个外国媳妇儿。嗯。你呢？我什么？你为什么也是一个人，不安个家？案子接案子，这么过来了？就这么简单，没了。没了。会不会是因为？不是。你看你吃的。躲什么呀？你什么样我没见过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那次？什么？喝多酒那次。哦。闭嘴！打底裤外边演了一天超人。安哥，下班了，赶你的吧。我还有一份调研报告没有写完吧？你们先走吧。明儿再写吧，你命不要啦。对啊，你小心猝死哦。猝死？哎，喂喂，可以啊，你现在翅膀长硬了。行，你的那一份调研报告还没有写完，你赶紧给我写完，不写完不许走。哎呀，这电影还有15分钟就要开演了，我们走了，改天再加班。打断我思绪，写到什么地方了？哎呦，那个实在不好意思，你再等我一下好吧？没事，你先忙。嘿，谢谢。好了，关一下电脑。好，走吧。哎，你这手怎么受伤了呀？谢谢关心。想什么呢？叶姐，你是不是有事儿？你方便的话和我说说。当时我们3个人讨论案子，讨论的好好的，然后他突然就让我去弄卷宗，这不就是想剥夺我说话的权利吗？熟悉的套路。我刚刚开始给他做法助的时候啊，他也喜欢让我看卷宗。他说让我在卷宗的海洋里泡一泡，让我找找感觉。他这绝对不是针对你，你可千万别想多了啊！我工作3年了，参与编写指导性案例，我每天都在卷宗里泡着。难道我到这儿来还要来泡一泡吗？那还是不太一样的。有什么不一样的呀？我过来这里就是想跟当事人多打打交道。哎，这很多年前吧，我几乎和你说过一样的话。怎么了？不乐意啊？我考进法院。是为了成为一个优秀的法官，整天让我看这些陈年旧案，我觉得没有意思。可是你不看怎么能懂呢呀？我在法学院也学了4年了。好，那我考考你，如果一对夫妻到法院来要求离婚，怎么解决呢？看双方的夫妻感情是否破裂。那怎么理解感情破裂呢？吵架算不算？动手了算不算？婆媳矛盾算不算？
三观不合算不算？这就要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。所以啊，人间百态复杂难解，这些事都要虚心地一点一点去学习，明白了不？人间百态复杂难解，这些事呢都要认真的、虚心的、一点点的去学，明白了吗？哎，我这绝对不是教育你，我只是转述师傅说的话。睡了啊？哎，紧赶慢赶，就想赶回来跟他说句话，还没赶上。你怎么不紧赶慢赶回来跟我说几句话呀？哎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先给我倒杯水。我给你泡个茶吧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这半年方可丽都没长个儿啊？没长个儿啊？不可能吧？她现在在他们班女生里面也就倒数前3名吧。哎呀，那也正常。我记得我上初中那会儿也不到1.5米吧，不都是后来上高中以后才长的吗？男孩跟女孩不一样，女孩是先长个儿，现在她长不上去，等到中学一开始发育，身高更不容易长上去了。就他们班，学习特别好的那个孩子，一测骨龄，你猜怎么着？比他实际年龄整整大了2岁半，预测他未来最多也就长到1.58米。哎，所以我就担心啊。我觉得咱们这周末也应该带孩子上儿童医院挂个专家号。哎，儿童医院你有认识人吗？啊？周法官早。毛林，好，再见。早啊。周法官，华府木业劳动争议案的律师刚刚给我打电话了。他说什么呢？他们的意思是开除原告呢符合公司规章制度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所以原告提出的2点诉求，不管是赔偿300万，还是说介绍一份好的工作给他，他没有办法满足。啊？态度这么坚决呢？一般来说啊，用人单位如果觉得员工达不到自己的要求，可能会想办法让他们自己辞职，或者合同到期了不再续约。像这种直接开除的手段确实很少见。抓住重点，原告约了吗？马上就到。好，聊了再说。方厅长。哎。我已经看完了。全都整理过了。哎呀，你说你，我说让你看，又没说让你整理，搞得跟我欺负你一样。举手之劳。方厅长，不过说句实话，李芳您这个案子审判和调解不同的考量，我心里还是没有绕过弯子来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不会再和您空对空论战了。不，论战我不怕。关键是我们是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讨论问题？你呀，可能转变这个思想观念还得需要一段时间，尤其像这些民事的案子啊，你要想总结出一个绝对的真相，那是很难的。通俗的讲，就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你要想把这个真相掰扯个清清楚楚，不利于解决矛盾啊，搞不好啊，还会激化矛盾。这个你过段时间就懂了啊。那接下来这个案子应该怎么调啊？不调。不调。现在啊，他们都在气头上，啊，都有情绪，说不上话。我们以逸待劳，晾他们一阵子再说。
还有事吗？没事了，我先出去了。周法官，福总联系上了吗？哎，先坐。抱歉啊，这案子拖了这么久，我们和被告也沟通了好几次，他们调解的意愿依然不强。你看你这边有没有可能再退一步？是他们欺负我，你让我再退一步。那么你现在的诉求是经济补偿300万，外加一份新的工作。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说，300万不太现实。我觉得不能再少了吧？他们既然开除了你，已经按照劳动法对你进行了赔付。你现在去告他们，即便是赢了，赔偿金也不会拿到这么多。这个情况你得明白，所以我们才好去对他们做工作。那介绍一份新的工作呢？如果他们能介绍一份新的工作，赔偿金我可以让步。其实我有点不太明白啊。这劳动争议的案子我也办过不少，很少会有人向自己的老东家让他帮忙去找一份新的工作。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找呢？我找了，也有公司有意向要我的，可是人家做背景调查的时候，画幅木业会说我坏话的。哪个公司还敢要我呀？那他们呢？就是因为你的工作不尽责才开除你，所以他们也不可能会说你好话呀。我工作没有不尽责，他们开除我不是因为我工作能力的问题。那是因为什么？这一句漫长的承诺，一天一天平凡的奔波，从不去问路还有多远，只是这样安心的走着。这一盏跳动的灯火，守在黑白岔路的道口，碰触心头赤子的温热，洒在人间微凉的角落。时刻，有你声清亮的吹影敲响正义的磅礴。原来这就是爱的证据，有一生不变的执着，像心底向阳的种子，证明这份漫长的承诺。举着一盏跳动的